7月1号，彭博社有一个独家报道，中共的习近平有可能在2028年武力侵犯台湾。这时间点就有可能选在关键的74天，那就是2028美国新旧总统的等待期。那个时候老川大概率是按兵不动了。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美国国会就只能干瞪眼吗？还真不是。在那种紧急的情况美国国会还有3张制衡总统救台湾的底牌。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2号。今天呢，给大家聊一个两岸的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篇文章。彭博社有一个观点栏目，在7月1号他发表了一个重磅文章。文章标题非常惊悚，是习近平等不到2028年就要吞并台湾。这个文章非常长，我只告诉你他的观点核心2条。第一个，老习中意的2028年台湾总统的候选人只能是郑丽文郑小姐，就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席。但那个时候现任的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会寻求连任，目前他只是第1任期，他还可以再干1期。无非就2种结果，要么是郑小姐当选成为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要么是赖清德连任，或者说呢，国民党推出了其他的候选人，比如现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或者是现在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或者其他人。总之，只要不是郑小姐，习主席就不满意，他就有可能要动武。那当时动武就面临一个问题，你首先要准备吧。按照2028年台湾总统的时间轴，它是1月中旬开始选举，然后通常次日就会出结果，真正的权力交接是在2028年的520。你看，假设选出来的人不是郑小姐，那他就有可能触发老习的武力攻台。那我们来说这篇文章的第2个观点，那就是他认为老习的信心来自于川普在最后1年执政了，大概率会溜肩膀，会塌口，会大撒把，会口头上抗议，而实际上美军他不想流一滴血。这个观点怎么来的？它不就是现在的美伊谈判吗？大家都看清楚了，老川的用兵，它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我打一个漂亮仗，为我的选举加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第2任期所有的行动都是为选举加分，为现在的中期选举加分。事实上没打下来，有时间咱们可以专门聊聊他为啥没打下来现在他把最大的底牌都已经丢出去了，因为按照昨天他们在这个卡塔尔的谈判，川普派去的人直接告诉他做思想工作，就跟他伊朗你签协议吧，你把那海峡打开吧，打开以后我给你解禁，解禁以后你赚的钱远远超过你收那个通行费。你看这都做上思想工作了，你也不想想，作为一个把核武器作为立国之本的这么一个神棍政权，他听你这个思想工作吗？他大概率是什么呀？钱我照要，核武器我也要发展，海峡我还得控制，我还得收费，他是一点都不妥协的。但是你看老川现在几乎全妥协了。你看，正是因为有这种先例，让老习和世界上那些独裁政权把川普看透了。他是不希望打赢了一场战争，输了中期选举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老川的理念中，我的利益，共和党的利益超过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的信誉。你看
文章作者啊有这种想法，我们也能够理解。我着重了解一下啊，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2028年的10月7号，总统选举啊出来了，但是总统的后任期高达74天，他得到2029年的1月20号才能完成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这74天啊，你想一下，这就是权力真空啊！你老总统啊，等着交权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打起仗来，我有什么动力啊去跨州打一场大战，有可能死几千人呢？他肯定不愿意背这个历史骂名，赶紧啊交权走人。而后任总统啊，你也只能是干着急。现在大概率呢是民主党能够继续再干8年的。后任总统他手里没有实际权力啊，不能够越过现有总统指挥美军，这法律是刚性的。那万一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台湾是不是就被吞并了的呢？就只能吃哑巴亏吗？因为毕竟台湾的军事实力和中共比起来啊，还没那么大的把握啊，大概率是要失手的。当然了，国会在那种极端情况下，还是有3张王牌可以打的。其中第一个啊，就是24小时紧急启动弹劾。你不是不听话吗？你不是不落实与台湾关系法尽到守卫台湾、协防台湾的义务吗？那我就把你弹劾，弹劾完了，副总统上，你副总统开始出兵吧。这是第一张牌，紧急弹劾。当然，弹劾门槛比较高，2/3以上啊，尤其是参院。第二张牌啊，那就是用宪法修正案的第25条，以总统不能履职为由啊，直接把他干下去。副总统啊，你来出兵。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极端情况，这副总统啊，他也不出兵，反正我也就摆烂了，哎，我也不想背这个历史骂名，因为在我手下签字死了好几千人，我不愿意。这个时候国会啊，几乎就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了，那就是你俩怂可以，但国会不怂。国会两院可以2/3通过什么呀？租借法案。什么意思呢？你总统行政当局不给力啊，我紧急立法要求总统必须执行。如果说总统不执行，我马上启动违宪，再次弹劾。你看，终究有人去负责扣动这个扳机，去调动这个美军。好吧，关于这种事儿啊，咱只是提前展望一下。最后呢，这个文章也给了一些美国建议：第一，修复与日本的关系；第二呢，是放行对台的军售，你该给武器还是要给武器，他自己首先要强大起来；第三个，经济上摆脱对中国依赖。这不是老生常谈吗？这不都是往届的美国总统，尤其是拜登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吗？这个药方啊，一点也不新鲜，但是它很有效。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谢谢您的关注，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儿见吧。